你知道火车旅行与公路旅行有什么不同吗？你知道当年修建这条铁路的华工是怎样被评价的吗？如果女生乘客遇到骚扰情况，列车员又是如何保护你的？还有，当地人用屁股对着往来的火车，又是怎么一种风俗？今天下午的行程将会为你一一揭晓这些答案。下午1点钟，列车驶入的格伦伍德峡谷是科罗拉多河上游中最大的峡谷，绵延20公里间覆盖着常青树，岩壁上还点缀着冬日里的银装。可以看到，与铁路平行的这条公路自1906年以来，便是第一条通过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洲际公路，如今依然繁忙地运载着往来的车辆。也许有人觉得火车旅行没有公路旅行看得具体，也没有乘坐飞机省时省钱。其实，火车旅行更注重的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与体验。3天2夜里，不用烦心行程安排，不用自己开车赶路，不用担心食宿问题，需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慢慢欣赏车窗外的风景，更深刻的体验随着列车慢慢向前走动而流经的时光。哦，对了，如果你看到路边有人用屁股对着往来的火车，其实这种奇怪的打招呼方式只是当地人传统的一种恶作剧罢了。列车穿过峡谷，我预约的午餐时间也到了。来到餐车，等一下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午餐怎么样吧。今天的午餐是安格斯牛肉芝士汉堡，这应该是我吃过最赏心悦目的汉堡了吧。在欣赏自然风光时，来一瓶天然橙汁，搭配沙拉和无添加蔬菜薯片。您觉得这样吃快餐还算健康吗？Maybe close to 100 feet, and across the river, the mountains will kind of go up close to 1,000 feet in vertical elevation. Now, if there's no snow blocking the angles, you'll be able to see a lot of metamorphic rock exposed on the mountainside. 这是一段除了水上漂流外，只有火车才能抵达的神秘河谷。这里是格尔峡谷，两岸狭窄的山谷间，夏日里河水有时平缓，但到湍急之处，却被皮划艇专业者称为全美最难级别的商业漂流区。而冬日里，河面结冰，但是河水依然会缓缓流动。列车行进至此，已经沿着弯曲的科罗拉多河行进了370多公里了。说到科罗拉多河，这条2330千米长的河流，其整个流域覆盖了美国7个州和墨西哥2个州，正是发源于我们现在所在的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山区森林里积雪融化，为河流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除了对河流的利用和治理外，就单看它万年流淌所创造的沿途风光，便知晓它的力量。河水途经之处，代表景点有活河水坝、大峡谷国家公园、马蹄湾、
格伦峡谷、鲍威尔湖、峡谷地库峡公园等，几乎西南部地区的热门景区都是沿着科罗拉多河而形成的。而科罗拉多在西班牙语中是红色的意思，也是因为它河流泥沙含量较高，河水呈暗褐色，每年泥沙入海量就有 1.63 亿吨，所以它也有着美洲尼罗河之称。冬日里的日照时长实在太短了，下午4点钟太阳就要慵懒地下班了。又到了下车短暂休息的时间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丹佛了，现在已经是第2天的4点半了下午。看这边的雪山，看着这辆已经带我们穿越了整个西部山脉的火车，其实它是由3节卧铺车厢、3节座椅车厢、1节观光车厢、1节餐车、2节动力车厢组成的。其实说到建筑贡献，150多年前也曾有12000多名华工曾投身到西段铁路的建设中。公司4巨头的查尔斯·克劳克曾在回忆录中提及，我们已经完成了在美国铁路史上可算最艰巨的一项工程。这项工程之所以能这么快地取得成功，应该归功于华工们的默默奉献。时至今日，在当年的铁路遗址旁，依然有碑文来纪念这段历史。